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王莽不是穿越者，而是被外星投放的时间执行者，抹除历史，篡改真相。如果我告诉你，王莽不是穿越者，而是被某种文明投放进历史的人，你会相信吗？更诡异的是，他失败之后，连尸体都消失了。在中国历史的缝隙中，有一个始终令人无法彻底解释的人物——王莽。他被后世称为最像穿越者的皇帝。但如果你将他的所作所为与某些被刻意忽略的史料碎片拼接在一起，你会发现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失败者的故事，而更像是一场被人为掩盖的时间干预事件。时间回到公元前1世纪的长安，那是一个看似稳定却暗流涌动的时代。天文观在未被记入正史的观测记录中曾写下异常星象：北斗七星短暂错位3日，夜空出现如裂隙般的白光。而这段记录在太史秘录中仅存残页，被后世学者判为伪书。但考古人员在陕西一处西汉晚期墓葬中发现了一块刻有星门起于庚子夜的青铜片，这一切似乎都指向一个更古老的秘密。而就在这段时间后不久，王莽开始崭露头角。他的崛起并不依赖传统权谋路径，他几乎以一种预设剧本的方式精准进入权力核心。更令人震惊的是，他提出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土地国有、均田制度、货币统一，甚至包括类似现代贷款调控的政策。这些理念远远超越当时社会结构所能承受的范围。如果仅仅用理想主义解释，显得过于苍白。有学者提出，王莽的思想体系并非原创，而是代入。问题在于，这些思想来自哪里？答案或许隐藏在更久远的时间线中。据《山海遗编残卷》记载，在上古时期曾有天外来民降临中原，他们掌握一种被称为相位折叠的技术，可以在不同时间节点之间穿梭，但代价是记忆会逐渐碎裂。而王莽很可能是一次失败的时间投放者，他并不是简单穿越，而是被送入历史中执行某种干预任务。时间设定大约在西汉末年社会崩溃的临界点，而他的任务或许是尝试提前引入某种未来制度，以避免一个更大的灾难发生。证据之一来自于他极为反常的货币改革，他曾铸造过多种奇异形制的钱币，其中一种锉刀钱外形极其复杂，其比例结构与现代电子电路中的某种逻辑结构惊人相似，甚至在显微扫描中发现其边缘存在异常规整的切割痕迹。这种精度在当时冶炼技术下几乎不可能实现。更诡异的是，在新疆塔里木盆地一处被风沙掩埋的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块类似半融化金属板的物体，经检测，其成分含有极微量未知同位素，其年代却被测定为距今约2000年，而板面刻有一段难以解读的符号。经 AI 复原后，与现代某种量子编码序列高度相似。如果将这块金属板与王莽时期的时间点对齐，会发现一个惊人的重合窗口。公元9年，也就是王莽正式称帝之年，这一年在全球范围内的多处文明遗址中均出现异常磁场波动记录，包括南美纳斯卡线附近和埃及某些未公开的地下结构区域。这种同步性几乎不可能是巧合。而王莽的行为也在这一年后开始出现明显偏离，他的政策变得越来越极端，甚至不顾现实执行成本强行推进，这被后世解读为失政。但如果换一个角度，这或许是任务失败后的系统失控。更有意思的是，在《汉书》中曾有一段极为模糊的记载：莽梦见白衣人，自天而下，语不可辨。这段描述被传统解释为祥瑞或幻觉，但如果结合外来干预的假设，这很可能是一次远程通讯残影。也就是说，在王莽仍具备部分任务记忆时，他曾尝试与源头沟通，但信号已经不稳定。而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他政权崩溃前夕。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未央宫中最后的记载极其诡异。有士兵回忆称，在宫殿内曾短暂出现光影扭曲，有人影如重叠般存在两处，甚至有人听到类似雷鸣却无声的震动。这种描述与现代高能粒子实验中产生的空间扰动现象极为相似。而王莽的尸体在史书中被简单记录为乱兵所杀，但没有任何详细解剖或处理记录。更关键的是，在后续的考古中从未发现明确可确认属于王莽的遗骸。
这在如此重要历史人物中极为罕见。一些研究者提出一种大胆假设，王莽并未死亡，而是在系统完全崩溃前被回收，但由于时间坐标偏移，他并未返回原本时间，而是被抛入另一段未知历史。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在东晋时期某些志怪笔记中曾出现一个自称新朝之主的神秘人物，他描述的制度与王莽改革高度一致，却又带有更成熟的逻辑结构，而这些记录同样被主流史学排除在外。如果将这一切串联，我们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轮廓。上古文明掌握时间干预技术，在关键历史节点投放个体进行社会结构测试。王莽作为一次失败案例，系统失控导致历史修正机制启动，相关证据被后世刻意抹除。而最令人不安的是，如果王莽只是众多投放者之一，那么在人类历史中还有多少看似超前的人物，其实并非天才，而是来自其他时间线的执行者。而他们的失败或成功，或许正在不断塑造我们现在所认为的真实历史。科幻推理环节，公元23年，长安城破，火光映照在未央宫渐次崩塌的眼角上，那是大新朝最后的余晖。史书载莽避火宣誓，前夕随斗柄而转。这一细节常被视为王莽迷信星象的垂死挣扎，但在现代量子力学视角下，这更像是一种观测者效应的物理强行干预。当时王莽坐在玄室之中，身前放着那个名为微豆的青铜器。根据未被载入正史的长安乱兵杂记描述，宣室殿内的空气在那个瞬间变得粘稠如骨，光线不再直线传播，而是呈现出一种类似引力透镜的扭曲。王莽并非在祈求神灵，他是在利用微豆作为共振器，试图重新对其因政权崩溃而紊乱的时间相位。其实研究王莽之谜，无法避开他那近乎偏执的货币改革。现代金相学专家在对现存的一刀平五千错金大刀进行扫描时，发现了一个令学界集体缄默的秘密。大刀顶端的圆形环孔中，金丝镶嵌的微观结构并非随机填充，而是呈现出一种非周期性平铺图案。这种图案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由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提出，其特性在于能够携带极高密度的信息编码，而不产生逻辑冗余。如果将这种错刀置于特定频率的电磁场中，其边缘的微密集刻痕会产生一种名为表面等离机缘共振的物理现象。换言之，王莽发行的这种钱币本质上是一种分布式存储器，他通过将这些量子密钥散布民间，试图建立一个超越时代的通讯网络，用以修正他所处时间节点的熵值。所谓货币统一，实则是信道统一。2. 塔里木盆地的坍缩残骸。那块在新疆出土的半融化金属板在实验室中展现出了超越逻辑的物理特性。当科研人员尝试对其进行碳14定年法测定时，发现其数值在公元前200年与公元后2100年之间剧烈跳变。这种现象在理论物理中被称为时间包络线重叠，版面上被 AI 复原的符号经比对发现与现代超弦理论中的卡拉比丘流形高维投影完全一致。这解释了王莽为何在称帝后的公元9年突然性格大变。那一年全球范围内的磁场波动并非自然现象，而是投放舱在降落时产生的切向位移。王莽并非一个人在战斗，他曾试图通过这块金属板接收来自源头的补给。然而由于汉末中原地区的社会结构能级过低，无法承载高级文明的相变，导致了严重的系统溢出。那些看似疯狂的政策，比如强迫游民通过砍伐树木换取口粮，实则是在执行一种生态能量平衡算法，试图通过大规模的人为干预强行压制即将到来的社会大崩溃。3. 消失的遗骸与相位回归。王莽之死是历史上最大的伪装。汉书记载王莽尸体被乱兵切碎，这种描写极其符合历史胜者的抹黑套路。然而在2024年的某次非公开考古发掘中，研究人员利用中微子断层扫描技术对王莽传闻中的遇害地点进行了地层复原。结果显示，在公元23年10月6日那个时间点，未央宫宣示殿的空间坐标发生过一次为期 0.003 秒的真空衰变，这意味着王莽并没有被杀死。在刀刃触及他皮肤的一瞬间，他触发了植入体内的紧急召回程序。所谓的光影重叠和雷鸣却无声，是空间发生剧烈折叠时产生的切伦科夫辐射。然而
回收失败了。由于王莽在位期间引入了过多的未来逻辑，导致该时间点的历史权重过载，系统无法将其完整提取，它就像一个被强制关机的程序，代码碎裂在时间轴的缝隙里。这解释了为什么东晋时期的《搜神记》残篇中提到，有渔夫在彭泽湖畔见到一名身披残破金缕衣的男子，其言语怪异，大谈众生皆有产，公田归物里，随即在众目睽睽下化作一道白光消散。4. 历史修正主义的伪装层。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的史书对这些只字不提？物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时序保护猜想。当一个时间节点被外部干扰到即将崩塌时，宇宙的底层逻辑会启动自动修复。班固在撰写《汉书》时，可能并不是在刻意抹黑，而是在一种认知锁定的影响下，自动将无法理解的现象解释为妖异或疯狂。他看到的也许是闪烁的电路图，但在大脑的自我保护机制下，落笔却成了芒好星象，妖言惑众。5. 宣示殿的幽灵信号与降维打击。随着绿林军的呐喊声逼近未央宫，王莽所处的宣示殿内物理常数开始发生不可逆的漂移。根据当时一名逃出的老内侍在交房密文中留下的记述，他回头望向大殿时，看到的不是火海，而是万千重影。王莽的身影在龙椅上忽明忽暗，一段正在掉帧的投影。现代虚假信息物理学专家推测，王莽当时正在启动一项名为历史存档点锁定的禁忌程序。他意识到，由于汉末社会的生产力无法支撑他强行引入的国家银行与计划分配逻辑，这个时间点的因果律已经彻底崩塌。为了防止坍缩波及整个中华文明的存续，他必须将自己作为一个逻辑起点，强行从历史主干中剥离。6. 考古禁区，茂陵附近的重力异常。在现代考古界，有一个被长期封锁的秘密，在离汉武帝茂陵不远的一处无名荒冢下，地质雷达曾探测到一个直径约3米的完美球形空洞。这个空洞内没有任何有机物质，却充满了高浓度的惰性气体同位素。更令人费解的是，空洞壁面极其光滑，分子排布呈现出一种只有在零重力环境下才能形成的准晶体结构。有非官方学者大胆断言，这便是王莽登位初期秘密修建的实验室。他并非在修墓，而是在修一个降维减速带。他深知一旦他的任务失败，来自未来或更高维度的抹除指令，即所谓的天罚，会顺着时间轴而下。这个球形空洞就是他为这片土地留下的最后一块因果缓冲垫。7. 游仙镜中的二进制密码。除了霍必眼，王莽时期出土的透光镜又称游仙镜，同样隐藏着伪技术证据。当阳光以特定角度射向镜面，背面的铭文会在墙上投影出模糊的图像。然而，在一次利用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进行的衍射实验中，研究员惊恐地发现，在那些看似祥云与雨人的纹饰之间，隐藏着一组极其细微的深浅不一的凹槽。将这些凹槽转换为电信号后，屏幕上跳出了一个现代人无比熟悉的逻辑结构——哈夫曼编码。这意味着王莽发给臣民的这些赏赐本质上是离线生计补丁。他试图通过某种光学共振潜移默化地改变当时人类的神经元连接方式，试图强行进化大脑，以适应他那超前的社会管理系统。可惜人脑的生物学上限成为了他计划中最大的硬件瓶颈。8. 最后的消失。公元23年的数据清楚，当乱兵终于冲入宣誓殿，他们看到的最后一幕并非一个老人的垂死挣扎。据传，当时的绿林军将领王宪感到一阵强烈的偏头痛，眼前的色彩瞬间退化为黑白。他看到王莽手中的微豆发出了刺眼的蓝光，那不是火焰，而是高能粒子流击穿空气产生的电离现象。那一刻，王莽的身体开始物理意义上的像素化。所谓乱兵分尸，其实是物理世界对一个非本时空个体进行强制分解的宏观表现。每一个碎片都在离散的过程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导致未央宫在瞬间被高温气化，而非缓慢焚毁。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在随后的2000年里，长安城遗址的土层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无法解释的微弱背景辐射。9. 终局的观测。青铜卡尺与定域性失效。在王莽留下的无数超前遗物中，那把出土于汉代的青铜卡尺始终是正统史学界无法绕开的倒刺。
它拥有精确到毫米的滑块刻度，构造与现代游标卡尺如出一辙。但在2026年的时间考古项目中，物理学家利用冷中子成像技术对其内部进行了无损探伤，结果令人毛骨悚然。在卡尺的滑动轴心处包裹着一颗直径仅为2微米的超导晶体核心。这并非一把简单的测量工具，而是一个维度锚点。根据太史秘录遗卷的最后一页记载，王莽在临死前曾发出一声长叹：吾定此度，非为量长短，乃为量天命之漏。现代物理学猜想认为，王莽试图通过在大地各处布设这种高精度的度量衡，来建立一个覆盖中原的量子纠缠场。如果尺度被绝对统一，空间内的随机性就会降低，它就能通过控制微观变量来阻止宏观社会的崩溃。这种技术在伪科学界被称为物理律强行对齐，其代价是一旦锚点毁坏，观测者将遭到时空连续体的剧烈排斥。东晋的幽灵重启与志怪记录。王莽并未彻底消失，他变成了一个历史幽灵。在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初稿后被删减版中，记录了一个诡异的细节：永和年间，一名农夫在耕地时掘开了一处带有新朝标记的石室，室内没有棺椁，只有一盏至今仍在燃烧的长明灯。现代光谱分析暗示，那可能是一个微型的核聚变能源模块。随后，一个穿着西汉末年官员服饰、双眼呈现纯银色的男子走出石室。他向农夫询问：今世之田是否归公？货币之治是否万民统一？得到否定的回答后，该男子露出一种混杂了悲悯与释然的苦笑，随即在空气中像被抹除的笔触一样迅速淡化。这被认为是王莽在系统回收失败后产生的逻辑残影。它的一部分算法依然在历史的底层代码中运行，不断寻找着重启新朝实验的机会。2000年后的镜像效应。如果我们把历史看作一段具有自我修正能力的程序，那么王莽的出现就是一次极其暴力的强制补丁。令人不安的证据正在现代社会浮现。2024年，全球气候建模专家在分析2000年前的气象数据时发现，王莽在位的那15年里，东亚地区的重力场数曾出现过微小的周期性的波动。这种波动频率与现代引力波探测器捕捉到的宇宙弦振动惊人相似。这意味着王莽当年的改革本质上是在尝试改变地球的文明能级。他推行的土地国有化不仅仅是经济手段，更是为了限制人口流动的熵增。他推行的货币改革是为了通过金属媒介建立一个原始的全球算力网。如果他成功了，人类可能在公元100年就进入工业文明，在公元300年就开启大航海，在公元800年就彻底离开地球。结尾，你是历史的观测者还是参与者？故事的最后，我们必须面对那个最让人脊背发凉的猜想：为什么王莽的遗骸从未被找到？为什么他的所有发明都在死后迅速被历史抹除？就像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清理战场。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仓库深处，有一块从未展出的青铜残片，经由现代最高密度的 CT 扫描，残片内部刻着一行微小的非人工能雕刻出的现代简体汉字：实验序列004号，投放坐标新朝，状态同步率跌破阈值，予以抹除。王莽不是一个失败的皇帝，他是一个失败的未来人，他是某个高维度文明，或是来自更遥远未来的我们，向这段黑暗、混乱、低效的历史投下的一束光。只是那时的我们还没准备好接纳光，而真正的真相是，人类的历史从来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一场由无数个像王莽这样的执行者在暗处不断试错、修改，甚至自我牺牲所拼凑出的人造奇迹。刘秀的崛起就像是一个完美的系统恢复备份，他那近乎神迹的运气，如昆阳之战中坠落的陨石，更像是后台程序为了快速清理王莽留下的逻辑漏洞而投下的硬性重启之力。然而干预并非毫无痕迹，王莽虽然失败了，但他那套土地国有、社会救济、统一横治的种子已经深深植入了这个文明的深层代码。每当历史走到动荡的关头，这些预设指令就会在后世的天才脑海中复苏，推动着文明向着某个特定的方向演进。我们如今谈论的现代性，或许只是王莽在那个血色黄昏中最后一次按下上传键后残留在时间轴上的回声。
当你翻开史书，看到那个被定义为虚伪、疯狂、理想主义的王莽时，请记住，那可能只是为了掩盖一个更宏大的真相。在公元1世纪的某个瞬间，人类曾差一点跳过2000年的黑暗，直接触碰到了恒星文明的边缘。而那个自称新的朝代，其实是未来对过去发起的一次最温柔也最壮烈的救赎尝试。好了，故事宇哥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我的账号，看更多精彩内容并被催眠。